现在是这个停车场是不买车位，他就不让你停，直接是封闭了起来，而且是直接焊死，那么导致整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呢都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。这个没有卖掉的车位基本上都锁死了，就是已经卖掉的他就没锁，就是要把这个车位逼着业主买嘛。开发商为了利益下达霸王条款，但凡是不购买车位的业主，这辈子就别想进入地下车库。为了将事情做绝，甚至还把人防车位用铁条焊死，让业主后续的人身安全无从保障。反正就是逼迫业主购买车位，这番强盗逻辑也引起了业委会的强烈不满，找开发商讨要说法，结果还被打进医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据业主们所述，当初他们看小区环境优美，才选择花高价入住小区。然而住了一段时间后，业主们却发现开发商越来越像黑社会，平日经常给业主打电话，威胁业主买车位，否则永远就别想进入地库。业主们认为这又是物业给开发商出的馊主意，于是找到物业理论，但物业经理也倍感委屈，他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。开发商要求他们把每个车位以240元1个月的价格打包售卖，并且一次性支付给开发商1年的费用。要知道，车位每个月就要240元，地库总共359个车位，再乘以12个月，费用高达103万。物业就算倾家荡产，也一次性拿不出103万，因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。可令物业没想到的是，开发商竟会亲自出马，直接给车位上了锁，哪怕是人防车位也无一幸免，就是想逼迫业主购买车位。在业主们看来，人防车位是他们的生命通道，开发商这种做法未免太过霸道。这个本身人防工程就是为了社区群众这个有事的时候来躲避的，是吧？那么不应该这样封起来。我感到这差不多就没有理由来封的，就是霸道。随后决定成立业委会讨伐开发商。可令业主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开发商却仗着自己的实力和背景，先是逼迫业主购买车位，如果不买，那就将车位焊死，让业主们这辈子都休想进入地下车库。最主要的是，开发商竟敢触碰法律红线，把人防车位也用铁条焊死，主打一个嚣张跋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业委会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。他们为了帮业主讨公道，便请来媒体曝光开发商。开发商得知此事后，竟请来打手来报复业委会成员。伤势最严重的当属眼前的正义大哥，他这个嘴唇当时是一个断裂伤，就是说整个上唇是一个裂开的，这边的牙龈啊也有撕裂，长度大概6、7个公分左右。为了帮助业主维权，他的嘴唇直接被对方打成撕裂伤，这种疼痛令人难以想象。虽然及时选择了报警，但警方只是让他做了个笔录，之后就不了了之了。如今业主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媒体身上。调解员为了不负众望，决定亲自联系开发商对峙，可面对媒体，对方依旧嚣张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人防工程的这个地下停车位是不能够这样用铁条焊死的？那没有的，我按规矩来了，好吧？你如果说你的律师觉得有问题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，好不好？在对方看来自己有权有势，业主们瞬间不乐意了，找开发商理论，结果还遭遇对方报复，把业主打进了医院。开发商在打人后态度依旧嚣张，表示有能耐就去起诉自己，反正他们有权有势，根本不怕。调解员不可能任由这种恶霸在社会上为非作歹，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，只要触犯法纪，就势必会得到严惩。而随着媒体追踪曝光，引起了社会极大反响，在各方部门的施压下，开发商等利益群体终于坐不住了，立即派人将车库的铁栏杆全部拆除，并且供出了曾为开发商效力的打人者身份，随后还主动找到被打者协商赔偿。物业也表示，开发商撤销了对他们的霸王条款，今后不会再对他们施压，并同意把小区车位出租。相信在物业和业主的共同努力下，建设一个幸福美满的和谐家园。所以说，不管开发商有什么实力和背景，只要做违法之事，就必将会受到制裁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